大家好，我是法善，一名平平无奇且收获很多的法律工作者。今天我要和朋友们分享一個最近在法律界熱度極高的案件，即騰訊呢就雲南蟲谷訴抖音侵害信息網絡傳播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一案。為什麼說這個案子熱度很高呢？因為第一業界普遍認為這是一起對互聯網內容生態有標誌性意義的案件，而第二是當事人騰訊和抖音這兩家公司流量的王，沒辦法。所以在案子一審判決出來以後我的朋友圈是迅速的分為了兩撥人的，一波呢是法律人，尤其是知識產權領域的法律人都在分析這個案件可能帶來的後續重大法律影響。還有一波呢是自媒體，迷你案裡呢就含沙射影，騰訊又買通了法官和法院，似乎只要是騰訊贏這就一定又是一場司法不公這多我不說大家好歹看看被告是誰我就想問，被告就是省油的燈了嗎？不過其實我對這些情緒性的宣泄呢是不太感冒的，因為法律人嘛，見怪不怪。一個案子如果法院硬判下來，除非是某些特殊情況不然大概率至少會有一方不舒服，然後呢對失敗進行各種歸因。這一點呢互聯網大廠的老闆們也不例外。打官司對結果不滿很正常，但這並不意味着案件就一定是錯的。朋友圈對案件的轉發和討論呢激起我的興趣沒辦法，我愛看熱鬧。然後就發現這本，注意我說的是這本判決書，因為它有整整83頁。現在呢我就通過本期視頻簡單將這起重要案件的來龍去脈分享給大家。我先還原一下案件的情況根據判決書認定的事實呢，原告方騰訊是依法享有對網劇雲南蟲谷的著作權。然後呢就在2021年的8月份雲南蟲谷在騰訊視頻獨家熱播期間，抖音上呢就出現了大量的關於雲南蟲谷的短視頻截條片段、解說片段等等。騰訊這邊想法很明確，我對雲南蟲谷呢依法享有信息網絡傳播權，我也沒有授權你們抖音可以播你們就這麼擅自的截條搬運，還1分鐘看完叉了。更何況大家都看過網劇，知道普通用戶呢會員和超前點播能看到的集數都是不一樣的，但你抖音裡一些短視頻就直接把一些會員和超前點播能看到的內容都給劇透了，那這還讓不讓人賣錢了呢？於是呢騰訊便給抖音這邊發函要求下架有關視頻根據法院的認定呢，中視瑞德公司就受原告之托在8月28日到22年的3月16日就一共給被告發了108次通知要求停止侵权的函件，但抖音平台上就依舊有相關的視頻，所以腾讯呢便起訴了抖音的運營公司北京微播世界，要求其停止侵害著作權及不正當競爭行為，刪除未經授權的雲南蟲谷視頻內容，刊登聲明，並判賠償經濟損失及合理支出9000萬元。所以一審法院最終是怎麼判的呢？首先他們認定被告構成侵犯原告的著作權，就判抖音方呢停止侵权，刪除未經授權的雲南虫谷視頻內容，而其次是判令被告以每集200萬的價格賠償原告經濟損失共計3200萬元。判決一出可以說是引發了知識產界的軒然大波，因為3200萬的賠償可以說是刷新了同類案件中賠償的天價。比如我看就有文章質疑說之前愛奇藝就名下老九門起訴快手構成侵犯著作權，案件情節、法律關係等等也大差不差，而法院都只判賠了114萬元有餘，憑什麼你騰訊起訴法院就判賠了3000多萬呢？難不成是老九門不如雲南蟲谷？是的，本案爭議的最大來源其實根本就不在於抖音有沒有構成侵權了，而是在認定侵權以後，抖音到底該不該賠這麼多所以到底該怎麼看這份判決呢？因為這份判決都快成一本書了，我很難全述觀點，所以接下來呢，我主要根據我的個人看法對該判決進行討論。如果你要深入學習呢，我還是建議你閱讀判決全文。首先，我認為這是一份很有勇氣的判決。在這裡我首先反駁一下，因為快手只因老九門被判賠114萬，抖音因雲南蟲谷被判賠3200萬就不對的這個觀點。且不說具體的侵權行為過錯程度肯定有別這一客觀的事實，有個細節是什麼呢？是快手被判賠114萬那個案子，愛奇藝自己本身就只主張了195萬，他們压根兒就沒想過讓快手賠那麼多。而真正打過官司的朋友都明白，法院一般是很难全額支持賠償訴求的，因此你們這麼說尷尬的不是騰訊，而是愛奇藝的法務。當然這只是玩笑不可否認的是，西安中院的這份判決呢，是打破了既往的小惩大戒的司法慣例的。我國雖然不是判例法的國家，但基本的裁判思路呢，總體來說還是統一的。這份判決呢，就是對既往裁判思路的突破。如果沒有對自己思路堅決的自信及決心法官一般不會選擇做出可能產生如此爭議的裁判。所以他為什麼這麼有勇氣呢？這就是第二點了。
即我個人認為啊，這是一份極有野心的判決。如果你縱覽全文啊，你能明顯的感受到執筆法官那寫在紙上的野心。什麼野心呢？就是給模糊以界限，給混沌以清晰的野心。比如判決書中對二創視頻的討論呢，抖音在案件中有一個抗辯理由，即抖音平台呢關於雲南蟲谷的短視頻，包括二創短視頻，客觀上也促進了這部劇的熱播啊。我作為判決讀者啊，看到這一點的一大感受呢，就是你不感謝我也就罷了，還反過來告我侵權，是不是有點過分？而判決中法官是這麼論述的。不能否認啊，有的二創視頻給原作品帶來了知名度和關注度的提升，但是呢，也有的二創作品啊是對原視頻進行剪輯、拼接，甚至對劇情进行精简。觀眾看了這些二創呢，對原作啊就會興趣大減，不僅難對原作有宣推價值，還會對原作造成傷害，進而呢就會使依賴原創作品的二創和短視頻作品也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這個論述呢可以說是很細的，將对二創視頻保有什麼態度啊，哪些應該保護，哪些應該打擊，算是理得比較清楚。再比如說最關鍵的對賠償金額的確定啊，3200萬啊，要劃定這個金額呢，是一定會引發被告劇烈的反彈的。更何況抖音這個平台啊，說實話，在打官司方面呢，火氣也是很大的。所以你為什麼要這麼判呢？首先有2點要說明啊，第一是一審法院直接否定了騰訊主張的3種計算方式，騰訊給法院提供了3種損失計算的算法呀，算下來損失分別是4.1936億啊、8040萬和1.07億，但都被法院所否定了。其次，法院也並未判定懲罰性的賠償，是你沒看錯，這3200萬就是實打實的損失，不含懲罰性的賠償。而法官為什麼要這麼判呢？我個人認為啊，裡面有組證據很重要，就是騰訊有舉證啊，自己在17年將外科風雲非獨家授權給了西藏樂視的時候啊，拿的授權費是5600萬；將美味奇缘非獨家授權給北京奇異時，授權費呢是5112.8万；而将国子監來了個女弟子非獨家授權給優酷的時候啊，授權費是1.1個億。在此情況下，抖音未經授權就将視頻，就是大量的視頻片段拿來使用，对標那些取得非獨家授權的平台呢，再適當減少，法院呢就最終判罰損失3200萬。這個裁判思路是否合理呢？目前案件正處於上訴階段呢，有待上級法院做出終審的認定。但可以說的是你能明確地感受到一審法官對同類案件鮮明的裁判觀點。什麼裁判觀點呢？就是我反對對此類侵權行為毛毛雨似的賠償。或許在他看來啊，正是這些毛毛雨似的賠償，令在已經有大量同類案件判決的情況下，侵權內容依舊甚囂塵上，令短視頻平台呢依舊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而令判決不僅不像是懲戒，更像是一種變相的鼓勵。如果說此前的同類判決是基於對二創作品某種程度上的認可而做出，那現在在理清哪些二創該保護，哪些該打擊，在認定那些視頻截條和1分鐘看完叉叉叉對原創作品有害無益以後呢，有關平台就應當承擔相應幫助侵權的責任，而賠償的損失也不再就是100-200萬那麼簡單了，而是要對標你獲得非獨家授權的費用。需要指出的是若這個裁判思路得以全國範圍內的確定，那搶獨家內容將成為包括長短視頻平台在內的重中之重。我並不認為從長遠來看這就一定對抖音有害，因為你會發現長視頻平台也是有短視頻的。如果抖音簽下一些頭部的 KOL， 自己做了一些短劇甚至長劇的獨家，而現有長視頻平台若犯同樣的未經授權大量存在此類視頻的錯誤呢，那抖音反過來將軍也是極有可能的。最後不是有一些自媒體在批評這個判決嘛？我覺得也可以，從我自己個人的角度適當的說一說，那就是這還是一份對旁觀者來說不必急於質疑的判決。如前文所說我很納悶為什麼有那麼多號跑出來噴法官。首先坦率說這份判決的質量是挺高的，但從判決文書結構和論證方式來看，說是上乘之作是毫不誇張。對此大家感興趣也可以看一下其他的判決書本視頻時長原因呢掛一漏萬，如果大家感興趣繼續了解，我後續呢可以單開一期來細講。其次呢，我個人認為這個裁判思路確實有可能成為司法的新趨勢。因為關注20大的朋友都知道最高院的副院長賀榮在記者會上是強調了保護知識產權的，而上海浦東新區法院最新發布的文創版權司法保護新進展審判白皮書中，該法院在判決的文創版權民事案件裡的最高判賠金額也達到了2000萬。更何況呢，以後平台花真金白銀買獨家內容呢，對每個創作者來說還極有可能是一件好事。在這情況下，對那些帶節奏含沙射影的人我確實是頗感費解。
所以在最後我也想接着這個案子說一下，那就是如果你對判決有異議、有情緒不接受，這很正常這太正常了，因為事關切身利益。對此，我想每一個法律人都理解。你懷疑法官和當事人有私下的 PUI 交易也太正常了，甚至有的當事人他就擔心自己和法官不能有私下交易。承擔這些情緒呢，是司法者永恆的宿命。但是我認為這些質疑都一定要基於證據基於事實和基於法律，而不是要基於猜測和陰謀論。因為陰謀論難以證偽，陰謀論是阻礙你認知世界最大的武器。陰謀論對你和對這個世界都沒有一點價值。而當一方當事人基於陰謀論而非基於法律事實在那煽風點火的時候，我們就更需要警惕了。歡迎來到真實的法律世界，我是法山，一名平平無奇且收穫很多的法律工作者。我們下期再見。